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被骂惨后，这部烂剧居然让圈内大佬集体发声了。程毅这次真挺惨的，一部《赴山海》直接把他从山顶拉下来了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莲花楼那会儿，大家还说他演得好，眼神有戏，走路带风。结果这一部新剧出来，全网骂声一片，台词听不清，像是嘴里含着热豆腐在说话，演技也被说平平无奇，没啥爆发力。我刷抖音那天都看懵了，评论区全是程毅退圈吧，这剧谁拍的毁人不倦，连续9天热搜不断，我都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站出来了，第一个发声的居然是他前老板梁婷。9月21日，他发了条微博，话没说得太满，但意思很清楚，你们骂剧可以，别冲着演员去。程毅只是个打工的，他管不了剧本、剪辑、服化道。他说的难听点，其实是在打导演的脸。任海涛是这部剧的导演，之前跟程毅合作也不算多。梁婷那句他在我们公司的时候哪有台词问题，听着像夸程毅，其实是甩锅，把责任全推给现在的剧组。有意思的是，程毅自己公司都没说，反而是前任老板跳出来护犊子。虽然我知道他在蹭热度，顺便给自己贴金，说什么我眼光好，培养的人都能红。这话听着有点飘，但至少他是真敢说。紧接着杨丽菁也发话了，她说程毅是个正能量的好演员，希望网友嘴下留情。这话说的温和，但立场很明确。老戏骨卢星宇也来了，没点名谁，就说一部剧好坏不能只怪演员，每个环节都有责任。最让我动容的是贺刚，他在剧里演傅天意，师兄弟关系。他发了30个字，大意是程毅拍戏吊威亚1天5小时以上，人都快废了，你还骂他？我看到这儿心里一紧，我自己拍过一次短视频，吊威亚10分钟就头晕恶心，别说5个小时了，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，脖子疼得要命，落地后腿都是软的。程毅天天这么熬，你说他没努力？我认为观众可以批评作品，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往演员身上泼脏水，尤其是这种群嘲式的网暴，很容易毁掉一个人。我记得2020年琉璃刚播完那会儿，程毅参加云歌会，他和袁冰妍坐一块，但两人几乎没交流。镜头一扫过去，网友就开始骂他冷漠，说他对女主职场霸凌，一夜之间掉了6万粉丝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公司要求他们避嫌，怕炒 CP 影响后续发展。结果锅全让程毅背了，公司资源立马砍了一半，整整3年没人找他拍戏，直到莲花楼救了他。那1年他拼了命，为了角色瘦了10几斤，每天对台词到凌晨，好不容易翻身了，现在又因为一部烂剧被骂回原形。更离谱的是《赴山海》穿帮镜头一堆，第14集、15集，演员手里拿着台词本就被拍进去了，平台倒是反应快，连夜剪掉手以下的部分，看起来是处理了，但你告诉我，这叫专业吗？第1集里，桌上放着一瓶东方树叶饮料，远景瓶子尖朝前，近景突然变成屁股朝前，这种低级错误难道没人发现？还是发现了装看不见？我觉得问题不在程毅，他在尽力完成自己的部分，真正该被骂的是那些拿着高薪却敷衍了事的幕后剪辑、场务，哪一个环节认真点都不至于这样。回复质疑最好的方式，从来不是发声明或者哭诉，而是拿出更好的作品。我希望程毅别被打倒。
下次接戏前多看看剧本，别再让自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。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，缺的是还能坚持演好戏的人。程毅被骂惨后，圈内大佬集体发声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最近，程毅因为新剧《富山海》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原本莲花楼刚让他翻身，口碑和人气实现双赢，谁知一部新作又把他从高处摔了下来，全网骂声不断，演技平平、台词含糊、男主拖后腿等标签铺天盖地而来，甚至有人喊出退圈这样极端的话，连续多日热搜，几乎把程毅压得喘不过气。从观众角度看，剧集确实问题重重，镜头穿帮、道具摆放错误、台词收音模糊，这些低级失误让人怀疑制作方是否用心。可是，网友的愤怒大多指向了演员本人，仿佛一部剧的好坏完全由他一人承担。这样的局面不免让人心生不公。就在此时，圈内多位大佬陆续站出来为程毅发声。第一个是他的前老板梁婷，他的态度十分鲜明，观众可以骂剧，但不要把矛头指向演员。程毅只是个打工人，剧本、剪辑、服化道都不是他能控制的。他还特别强调，在自己公司时，程毅并没有所谓台词问题。这句话既像是护犊子，又像是在甩锅，直接把责任抛向剧组和导演。但无论如何，他算是第一个公开替程毅说话的人。紧接着，杨丽菁、卢星宇等老戏骨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。杨丽菁称程毅是正能量的好演员，希望网友嘴下留情。卢星宇则更客观，认为一部剧的好坏不能只怪演员，每个环节都应负责任。相比网络的群嘲，这些声音显得理智而珍贵。更令人动容的是贺刚的发言，他和程毅在《富山海》中演师兄弟，他透露程毅在拍摄过程中吊威亚1天5小时以上，身体几乎要被折磨到极限。任何拍过威亚的人都知道，那种悬吊在空中的窒息感和身体负担是常人难以承受的。程毅每天如此坚持，足以说明他的努力和敬业。一个如此拼命的演员，却被骂到体无完肤，这种落差让人心酸。其实，这并非程毅第一次遭遇群嘲。琉璃热播后，他在一次云歌会上因为与女主袁冰妍互动少，就被骂冷漠霸凌女主，一夜之间掉粉6万。后来才知道，公司要求他们避嫌，不许炒 CP。结果公司甩锅，所有骂名都落在程毅身上，还导致他3年几乎没有好资源。直到莲花楼才让他再次翻红。如今富山海又让他陷入重围，仿佛命运总爱开玩笑。回到剧本身，问题显而易见。演员手里拿着台词本被拍进正片，饮料瓶前后镜头摆放方向都能错，说明制作团队极其不专业。这样一部漏洞百出的作品，即使换谁来演，也很难挽回口碑。观众当然可以批评作品，但把所有矛头对准演员，无疑是找错了方向。演员完成了自己的部分，但剧集最终呈现是各部门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尤其在工业化流程越来越复杂的今天，没有哪个演员能一手掌控全局。从更深层看，这次事件反映了娱乐圈的某种畸形逻辑：成也流量，败也流量。程毅在莲花楼里因为角色成功被捧上神坛，如今在富山海里稍有瑕疵，就成了全民批斗的对象。观众情绪化，舆论片面化，加上自媒体推波助澜，很容易就把一个演员推向谷底。久而久之，不仅伤害演员本身，也让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既然程毅没错，为什么还要被骂？答案在于观众需要一个宣泄口。一部剧烂了，平台、编剧、导演往往不在台前，最直观能被看到的就是演员。于是，
骂声自然集中到演员身上。这种逻辑简单粗暴，却格外致命。但真正的解决方式，从来不是一味的指责，而是提高作品质量。制作团队要对得起观众的期待，演员也要在选剧本时更加谨慎。诚毅未来要想彻底摆脱争议，唯有靠更好的作品证明自己。毕竟，流量能带来关注，却无法长期稳固地位。真正能站稳脚跟的，始终是演技与作品。综上，这次诚毅被骂惨的风波，不仅是一场网络口水战，更是一面照妖镜。它照出了行业的粗糙，也照出了观众的苛刻。幸运的是，还有圈内人愿意站出来，提醒大家不要被情绪裹挟。希望诚毅能挺过去，把这次打击当作一次磨练。毕竟，娱乐圈不缺昙花一现的流量，但永远需要能坚持演好戏的演员。